接近创世神的仙女星人真的存在吗？美国飞行员出书爆料自己曾亲眼见过仙女星人，甚至还知道了人类起源的真相。仙女星人警告地球人正在被圈养，这个美国飞行员到底说了什么？他的话又真的可信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本期带您了解美国飞行员的奇幻经历。网上有一个搞笑的段子，如果仙女星系和银河系相撞，谁是主要责任，谁是次要责任呢？有人说拐弯让直行是宇宙通用法则，还有人说仙女星系更加古老，拥有优先通行权，更有人表示仙女星系文明等级更高，他们有办法避免两者相撞，我们只需要苟住即可。对于这些段子，人们往往都一笑置之，然而有人却说仙女星系文明真实存在，他曾与仙女星系人有过密切交流。这个人名叫阿历克斯·科利尔，曾是美军飞行员，多次参与外星人揭露工作，是一个外星狂热爱好者。其实，在阿历克斯揭露之前，很多人也认为仙女星系存在文明，不是因为什么直接证据，而是因为仙女星系的庞大。在晴朗且没有光污染的夜晚，人们睁开双眼就能看到仙女星系，那是一个薄薄的光雾团，看起来并不起眼，但其实这是因为距离太远的原因。仙女星系远在我们250万光年之外，实际上仙女星系是一个由1万亿颗恒星组成的超级星系，仅它的直径就有20万光年。如果算上星系盘周围光晕团结构，仙女星系的直径甚至可以达到上百万光年。相比之下，银河系的直径只有10万光年，由此可以想象仙女星系到底有多大了。所以有人认为，连银河系都能诞生出地球这样的文明，甚至可能还有其他未知的文明，那么更庞大更古老的仙女星系是否也已经诞生出更高级的文明了呢？以目前的科学水平来看，人类无法证实，因为没有办法对其定性。然而，自称接触过仙女星系的美国飞行员阿历克斯，却在1994年的一个访谈中，向人们揭露了一个神秘的仙女星系文明。阿历克斯表示，他从小就和仙女星人有接触，当时仙女星人来到地球，曾带他参观他们的星舰，还知道了星际联盟的存在。但因为当时他年纪太小，很多记忆都已经模糊。好在长大之后，仙女星人又一次找到他，这才让他确信外星文明真实存在。阿历克斯将他与仙女星人的接触都写到一本书中，在书中他提到，仙女星人和人类非常相似，他们身高2米以上，肤色有黑白两种。这不是仙女星人的伪装，之所以和地球人类似，是因为人类起源就在仙女星系。人类原本也是2米左右的身高，只是在地球遭遇一系列变化，才导致身高降低。不过，仙女星系也不是人类最初的起源，人类的老家在天琴星系，那是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。然而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天琴星系遭到天龙人的入侵，人类不是天龙人的对手，只能被迫流浪到仙女星系。在仙女星系上，人类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和发展，并在众多种族的争斗中站稳脚跟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又发生了一起大灾难，导致一部分人类被迫离开仙女星系，最终流浪到地球。那么这次大灾难又是什么呢？人类真的是地球人吗？美国飞行员阿历克斯自称他在外星人口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他称人类真正的起源在天琴星系，历经2次放逐后才到达地球。这到底是阿历克斯的科学幻想，还是真有合理之处呢？对于阿历克斯的言论，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，暂且当一个故事来听即可。阿历克斯表示，人类从天琴星系流浪到仙女星系后，用了很长时间才站稳脚跟。然而在仙女星系，人类也遭遇了很严峻的挑战，那就是神秘的硅基生物。在刚刚到达仙女星系时，由于对硅基生物不了解，两者也根本无法交流，导致双方发生极为惨烈的战争。在战争中，人类为了保留生命的火种，只能将一支人类力量送到仙女星系之外，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。这支被送出仙女星系的人类，最终走出数百万光年，来到银河系的地球，并在地球上定居下来。这就是地球人类的起源之谜。然而，相对于仙女星系的人类，这批被迫出走的人类可谓命运多舛，反而是留在仙女星系的人类有了更好的未来。仙女星人告诉阿历克斯，在宇宙中有很多种族，人类只是千万种族中的一支。
知，甚至在碳基生物中也不是最强大的存在。不过，经过漫长的发展，仙女星系的人类也取得了很大进步，不但击溃了硅基生物的侵略，实现了2个物种间的交流，还发展到5维空间的高度。在阿历克斯的《仙女星人计划》一书中，对5维空间做了详细描述。他表示，5维空间是非常神秘的存在，就像人类之于蚂蚁，只要人类不主动现身，蚂蚁永远也察觉不到人类存在。5维空间就是如此，只要仙女星人不主动联系地球人，人类即便拥有太空文明，也找不到仙女星人。而即便仙女星人主动联系地球人，地球人也只能看到一团光雾和隐约的人影。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人的神灵身上都会散发光芒的原因。仙女星人已经不止一次来到地球，但可惜地球人类已经被邪恶外星人做了改变，他们很难和地球人直接沟通。仙女星人告诉阿历克斯，人类最初都是使用意识交流，嘴巴只是进食工具。还有很多种族由于不用进食，甚至没有嘴巴这一器官，因为意识交流是更方便、更快捷的交流方式。人们不存在谎言，不存在欺骗，也让文明发展得更快。因此，语言交流反而是一种负累。地球人在刚到地球的时候，也是使用意识交流，但在地球上可不止人类这一个种族，还有几个种族的力量比人类要强大。在这些邪恶种族的控制下，人类被迫改用语言交流，而这也是他们控制人类的手段。因为一旦使用语言，人类之间就会出现谎言和欺骗，就很难专注于精神能量的提升，彻底失去晋升的途径。仙女星人曾多次来到地球，想要将地球人带出火海，但因为邪恶外星种族的阻挠，拯救之路困难重重，始终没有成功。那么，这些邪恶的外星种族到底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美国飞行员自称见过创世神，出书揭秘地球真相。接近创世神的仙女星人警告人类，地球有外星势力操纵人类，地球人只不过是被圈养的口粮，命运早已被别人掌控，只有进入5度文明，才有可能摆脱灭绝的命运。仙女星人告诉阿历克斯，人类想要进入第5维度的文明，就需要加强精神领域的修炼。然而，人类因为被语言枷锁束缚，已经断绝向上晋升的希望。再加上人类体内的相关基因被基因所控制，人类想要有所突破，更是难上加难，只能在物质文明中徘徊不前。经过仙女星人调查，这个居心险恶的外星种族是蜥蜴人，是宇宙中实力较强的种族之一，同时也是被大多数种族都厌恶的种族。蜥蜴人是一种十分残忍的种族，他们以其他碳基生物种族为食，曾制造过很多种族的灭绝。后来这一恶行被更高等级文明知晓，便制定规则，规定智慧种族之间不得相食。然而蜥蜴人十分狡猾，他们善于伪装，经常伪装在各个种族文明中，暗地里依然在以智慧种族作为食物。在人类来到地球之前，地球上已经有蜥蜴人和小灰人，小灰人已经被蜥蜴人吞噬殆尽，人类则成为蜥蜴人的下一个目标。这一次蜥蜴人学会了可持续发展，他们在控制人类后，用基因锁锁住人类基因，并将语言传授给人类。随后他们还将等级制度、国家概念、社会体系和家庭等元素套在人类之间，用来禁锢人类的思想和活动范围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不断向人类灌输自私的思想，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，只有想方设法获取利益，才能让自己更好。当人类接受这一切，并以此为准则之后，人类便再也不可能逃离蜥蜴人的掌控，彻底成为他们圈养的羔羊。最初，蜥蜴人是通过祭祀、战争等形式顺理成章吃掉地球上的人类。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，他们只能转向暗处，通过更隐蔽的手段猎杀人类。暗网就是他们的手段之一。仙女星人曾多次派人来到地球，想要带领人类冲破蜥蜴人的囚笼，但人类已经被蜥蜴人荼毒太深，加上这里是蜥蜴人的地盘，仙女星人数次都无功而返。仙女星人之所以要告诉阿历克斯这些事情，就是想保留希望的火种，让这种意识在人类之间自主传播。当更多人意识到蜥蜴人的存在，意识到人类走向错误的方向时，仙女星人再来带领人们反抗，这样才有胜利的希望。当然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阿历克斯的一面之词，更像是一次关于科幻的狂讲。不过事实上，科学家们都相信宇宙中存在其他生命，但却不相信文明之间可以互相交流，因为星系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，即便是以光的速度，都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。什么样的文明才能经得起如此漫长的等待呢？我们更相
相信水洼理论，每个文明之间都是一个小水洼，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，他们直到灭亡都不会有任何交流。当然，宇宙文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。我们期待谜题揭开的那一天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